你见过最憋屈懦弱的男主，长得又丑又肥，想英雄救美还被小混混一顿暴打。因为丑陋的外貌从小便受尽歧视，因为家里面容较好的弟弟妹妹，就连父母都看不起他，从未被当成人对待过。升上国中之后，同学对他的霸凌更是变本加厉。在这种日子里，只有爷爷愿意疼爱他，安慰他，不管遇到哪一种困境都不可以被打败，就算遇到痛苦的事，只要持续温柔地对待他人，幸福总有一天会找上门。但幸福的生活没过多久，他将整栋房子的遗产留给他之后，爷爷就去世了。父女因为遗嘱无法争夺遗产，于是选择了放弃抚养他，只有他们一个人住在这里，过起了每天打工的生活。毕业典礼上，优叶再次遭到不良同学的殴打霸凌，因此耽误了送报纸的时间被老板辞退。看着自己丑陋的脸，优叶发疯似的打碎了整面镜子。这种猪狗不如的绝望生活以后也不会有任何改变，他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？因为一拳打在墙壁上泄愤，却没想到卫生间的墙壁突然整个翻转，墙壁后突然出现了一间密室。优叶想起爷爷好像去过世界上的各种地方，还会带回来一些奇怪的纪念品。原来这就是爷爷放纪念品的隐藏房间。密室另一端伫立着一扇大门，优叶推开大门，外面是一间木屋，而就在他踏入大门的瞬间，一个系统面板突然跳了出来。优叶吓了一大跳，仔细一看，发现自己多了一堆奇怪的称号和鉴定技能，将手放在大门上，鉴定立刻跳了出来。这扇门居然是通往异世界的大门，这是突然出现在地球上与异世界相连的大门。而在优叶推开大门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成为了门的主人。门之主具有变卖、传送和入场限制3个功能。虽然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但事件操作方式和游戏差不多。优叶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能力值面板，不出所料全都是1。好在升级之后，可以获得点数分给能力值。又因为优叶同时具有异世界人和第一个造访异世界之人的称号，别人升1级只能获得10点数，他就可以获得100点。优叶推开小屋的门，外面果然是个地球不一样的异世界。桌上放着一张异世界语言写的信，通过系统翻译功能，优叶得知这个屋子的主人寿命将近，要是有人找到这间屋子，就把屋子的一切使用权都让给那个人，所以优叶就成了这间屋子的主人。魔法力量自动更新所有权，除有这以外的人都无法入侵。优叶随手拿起一把剑，吓了一跳。这把剑名为权剑，是所有剑的顶点，能够劈斩世间万物。优叶小心翼翼地带着剑出门，屋外的围栏围住的部分算是屋子的一部分，只能说不愧是龙傲天主角，摔一跤就能习得剑术。不仅如此，优叶发现只要将屋子里的武器拿出来逛一圈，他就能习得各种各样的技能。最后这些技能被统合为真武术，只有这个精通任何武器和格斗术。优叶将武器全都收进背包里，而就在这时，一只怪物朝他冲了过来。万幸因为房屋的自动防御系统被拦在了外面，居然是一只等级300的红魔兽，将自己无论怎么样攻击都无法侵入。男主抡起手里的长枪朝红魔兽投掷而去，仅仅一击，锋利的长枪将整个怪物贯穿。怪物倒下，长枪自动返航，优叶瘫软在地，吓得不知所措。而击杀一只红魔兽，就让他升到了整整100级，还获得了1万点数的奖励。红魔消失之后，原地掉落了魔石和血战鬼的全套装备，开局满级送神兵全装备。网游龙傲天那套可算让你玩明白了。优叶将获得的点数全部分配完毕，又变卖红魔兽掉落的素材，获得了150万日元的报酬，当场暴富。疲惫的优叶回家倒头就睡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变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奇迹发生了，突破员丑男当场变身为8块腹肌美少年。因为家里镜子碎了，优叶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外形变化，只觉得衣服变得非常不合身。万幸在异世界小木屋里找到了一套能自动调节尺寸，并且还能恒温和自动修复的衣裤。穿好衣服之后，优叶就来到了屋外，照顾院子里的一堆异世界逆天植物，什么万能恢复草、无敌南瓜睿智白萝卜，要多扯淡有多扯淡。地狱史莱姆突然来袭，优叶欧皇属性发动，秒杀地狱史莱姆后掉了稀有道具黑月项链，并获得了气息探测技能，将史莱姆的魔石卖了钱，买了新的制服。自那之后，优叶每天都在异世界的房子庭院中巡视生活。一开始只是为了忘记升学的忧虑，但后来对异世界的好奇心远远超过升高中第一次上学的恐惧。他在图书馆翻看了不少关于武术的书籍，不断铲除入侵的魔物锻炼自己。但不管变得多强，明天就是要上学的日子。优叶一路忐忑来到高中，听到不少人都在围着他窃窃私语。而到班级之后，气不过他的混混立刻围了上来，问他是不是转学生。而在得知他就是那个肥猪优叶之后，全班都惊呆了。终于意识到不对的优叶跑进厕所照镜子，面前这个帅哥到底他妈的是谁呀？于是优叶又被混混堵住，问他到底做了什么。而就在他们对优叶发起嘲讽之时，曾经被优叶从流氓手里救下来的女生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少女眼就认出了变瘦变帅的优叶。为了报答当初的救命之恩，少女邀请优叶到超级精英学校王星学院就读。他叫宝成佳之，是王星学院的学生会干部，而他父亲则是学院的理事长，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。优叶觉得当时自己也只是帮了一个小忙，没有资格去那种高等学院就读，而一直欺负他的弟弟妹妹却不要脸的想要攀高枝，踩着优叶往上爬，被佳之毫不留情的拒绝了。他在来之前就调查过了他们的事，他是不会让侮辱他恩人的人渣入学的。王星学院比起学历更加重视人品，所以佳之表示，就算要入学也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加之牵起优叶的手，带他早退到王星学院参观。王星学院被誉为只要能入学，未来就一定会一帆风顺的超级精英学院，本该是一辈子都与他无缘的地方。而此时的优叶却坐在校长室里，面对王星学院的理事长。理事长为了优叶救他女儿的事向优叶道谢，当旁人视若无睹之时，他愿意采取行动，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，而且可以说是王星学院最重视的优秀品格。校长也希望优叶能够来到王星学院就读，作为报恩，他甚至不用缴纳学费。优叶还是很自卑的，认为不配念只有天才才能上的学校。理事长问他什么是天才，天才是在面对事情时能够比其他人更快找出正确努力方式的人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才能，这不是在还年轻时候就能定下结论的东西，等去挑战过、享受各种事物之后再去做决定也不迟。而这间王星学院就是为了这样的年轻人而设立的，所以他不需要自卑，只需要慢慢面对自己就好了。不过突然说这些，理事长也知道优叶应该很困惑，于是他让优叶去泽田老师的班里体验一天的课程。站在教室门口，优叶非常紧张，他害怕自己的出现太过突兀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肯定不会有比之前还要更糟糕的情况了。优叶走上讲堂做自我介绍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同学们在看到他之后突然变得鸦雀无声，以为自己搞砸的优叶委屈的想要哭，但谁知道大家只是被他的帅气震撼到大脑宕机。泽田将优叶安排到王的故乡，同桌名为冰糖的美少女还把课本分给他看，见少女神情冷淡，优叶还以为自己被讨厌了，不过他很快就顾不上这些。王星学院的课程生动有趣，学生们也很积极，带给了优叶不小的震撼。下课之后，同学们都围在优叶身边问东问西，大家都对他很感兴趣。帅哥阿亮过来为他解围，立刻获得了男主狗狗眼的崇拜。阿亮带着优叶来到超平价食堂吃饭，看到优叶不禁大呼这里是天堂。阿亮的好友圣武给他们占了位置，两个人兴高采烈讨论起了最近追的动画。优叶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看他，还以为是制服不同的问题，都是在看你的脸呀，帅哥。经过一天的体验后，优叶彻底爱上了这座学院，这里的每个学生看起来都很开心，而且还愿意把他当成一般人平等对待。优叶下定决心要在王星学院就读，放学后还被加之邀请去逛街，因为他的家世和父亲的工作，加之很少能遇到对他平等以待的朋友，所以他很高兴能和优叶出来逛逛。两个人一起买了超好吃的可丽饼。优叶问加之是怎么认出他来的，他的相貌和之前明明大变样了。加之表示是因为优叶的眼神一样，就算外貌改变，他温柔却真诚的眼神却并没有变。之后两个人互相叫了对方的名字，还为了可丽饼小情侣一样的相处，而围观群众都露出了姨母笑。第二天，优叶穿戴好装备，再次前往异世界。他的等级经过锻炼达到了235级。他知道小木屋周围也不会再有什么精进，于是推开栅栏，主动走出安全区修行。就没想到刚踏出一步，就听到森林中传来异动。优叶跑过去一看，满地都是人的尸体。一只200级的哥布林将军正在对一位受伤的少女图谋不轨。优叶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和哥布林对战，可惜他的力量和速度都不及对方，很快就落入了下风。好在优叶啥都没有，就是武器多，用剑石牵制哥布林后，优叶挥剑将其腰斩。少女已经昏了过去，注意到有人靠近的优叶立刻隐藏气息躲了起来。下一秒，一队士兵赶到救下少女，并且称呼少女为雷克西亚公主。